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中日友好医院肖飞医生婚外情的超级大瓜啊。这个超级大瓜最近几天是一个瓜接着一个瓜，令人目不暇接啊。最新的事态是把中国医学科院的头一把交椅协和也给拉下水了啊。事情的原委啊，要从4月18号开始讲起。4月18号啊，这肖飞医生自己的太太同时写了3封举报信。第一封举报信呢，是写给了中日友好医院的纪委，举报的就是肖飞医生自己。举报的内容呢，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呢，就是2019年的时候，这肖飞医生啊，跟他们科室的护士长姓石啊，又搞到一起去了。说3个月的时间让对方流产2次，而且啊，列了有些证据，说2个人开房的记录啊，也包括流产的记录啊，说医院里头都能查得到啊。要我说啊，这肖飞医生确确实实是个人渣。为什么呢？你想想啊，你自己啊结了婚啊，有孩子了啊，你在外面搞婚外情，这本身就不对了。但是你搞婚外情的时候，3个月让一个对方的女的流产2次，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是超越一般人的道德底线，所以是不折不扣的人渣。而且啊，他跟这个石姓护士长啊搞到一起之后，还被人对方的丈夫当场捉奸，就在他们家楼下。后来呢，他不得已呢给对方写了一封保证书。说承诺以后啊，跟这石姓的护士长不再发生往来了。这保证书也被列到了这个举报信上面啊，应该说是铁证如山。第二个呢，就是2024年6月份的时候，这肖飞医生又跟自己科室的规培医生叫董希颖搞到一起去了。这董希颖是在协和医科大学刚刚拿了博士学位啊，毕业之后到他们医院来做规培。那6月份2个人好上之后呢，按道理来讲，他这个规培医生在这个医院里头要轮岗。每个科室都要轮嘛，结果这肖飞医生不想让他到别的科室去轮岗，就跟下一个轮岗科室的医生打招呼，让他继续留在胸外科。更恶劣的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在手术室啊，这当时他这个胸外科啊给病人做手术啊，这董希颖呢做他的助手，做助手的时候呢，给这个肖飞医生递手术钳子，这方向递反了，就是刀尖部分冲到了肖飞医生。当时手术室有个巡回医生叫王访，就提醒这个董希颖说：“你这个不符合操作规范。”结果这董希颖马上就不干了，就跟这护士啊有嚷嚷起来了。因为肖飞医生英雄救美啊，觉得一个护士对他自己的相好不恭敬，当场就把手术室的那个手术衣啊给脱了，带着这个董希颖就离开了手术室。到了外面就说马上换这个巡回医生，让这个巡回医生以后不要在他的手术室了。这巡回医生就觉得委屈啊，后来呢就在群里头啊向他们的上级领导反映。据说当时啊，就是这个肖飞医生啊离开了手术室40分钟。这40分钟啊，那个患者啊那比较倒霉啊，就躺在手术室啊，被深度麻醉，这胸腔已经被打开了，开放的，上面就蒙了一个纱布啊。这2个举报的内容，这是第1份举报信。第2份举报信啊，就跟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举报董希颖。这董希颖啊，在协和毕业之后呢，就分到了这家医院的泌尿科啊，就说他当时跟肖飞医生好了以后呢，去年9月份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这2个人呢就在外面同居之后就准备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并且在协和医院的国际部建档，准备在那儿生孩子啊。这个证据也都有，就要求处理这个董希颖。第3封举报信就举报那个石姓的护士长，就说当时他跟肖飞医生好了之后啊，态度非常嚣张啊，经常打电话骂他，骚扰他。他说也要求继续来处理他，一共3封举报信。这3封举报信啊，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都写了，他说要求你们处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啊，我就会向卫生部上级机构继续举报。同时呢，他要诉诸舆论。要说肖飞医生的太太挺狠呐，所谓诉诸舆论是什么？就是把这东西公布到网上嘛。最近几天在网上所有的这个关于肖飞医生的这件事情的证据，全部来自于他这个举报信上附录的这些证据。所以啊，我猜测啊，肯定是肖飞医生啊，他的妻子啊，举报完了之后，这些部门没有及时给他反馈，于是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信息披露到网上了。这披露到网上之后，立刻不就成为了热搜了吗？立刻不就成为了新闻了吗？4月27号，中日友好医院就回应了啊，说我们收到举报了，举报的内容我们也查了啊，基本核实，马上处理。处理呢，对肖飞医生有2点：第一，开除党籍；第2，解聘，就跟我们中日友好医院没有关系了啊。不过要我说，中日友好医院呢，肯定原先是根本不想处理
这个肖飞医生，是因为他太太啊把这个东西弄到网上了之后，才不得已因应舆论，处理这个肖飞医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当时举报信里不就说了吗？我举报你，你处理。你是4月18号写的举报信，4月27号处理的，看起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啊。但问题是，这4月27号，肖飞医生这件事情在网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他是因为有了舆论之后，他才处理的。所以我猜测，肯定是当时啊，中日友好医院的纪委啊，对这个肖飞医生的太太没有给他积极的回复。这第一点。更重要的是啊，这肖飞医生啊，当时在手术室里头把病人扔在床上40分钟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已经10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中日友好医院想要处理它，这10个月的时间还不足够时间吗？处理吗？那也没处理啊。而且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当场的那个巡回护士就在群里向他们的护士长抱怨呢，就举报啊。结果的护士长说：“你不要在群里讲这样的事情，有什么事情你单独反映，你不要在群里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那后来呢？那我们现在显示的内容，这肖飞医生在院内是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也就是说，中日友好医院始终在袒护着这名肖飞医生。为什么要袒护他？我们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肖飞医生啊，他是1986年出生啊，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今年呢只有39岁啊。但是呢，他是中日友好医院青鹰计划中间的骨干医生，同时呢，他还是协和医学院的硕士导师。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这2个医院把他的资料都下架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情形成了热搜，观众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医生太可怕了。你想想啊，这手术过程中间，医生说不干就不干了，就把患者就扔到床上。结果呢，这肖飞医生自己处理完之后，他还不服。关于网上指控我那些私生活的问题，确实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舆论的主要对我的谴责在于我把病人放了所谓的40分钟，这个我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我不知道纪委有没有做调查，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下了这么重的处罚的决定，我这个是有意义的。我也觉得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确实我犯的错误，我个人并不认为我对医疗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他就出来说了啊，他说我跟那2个人呢，这个发生婚外情我承认，但是手术这方面你别说我有道理。什么道理呢？他说啊，他那天就让这个护士啊现场吵架，给他气得手发抖，他是心脏不舒服，没有办法继续手术了。如果这个时候继续手术的话，对患者也是不负责任嘛。于是他出去之后啊，一方面要求换护士，另外一方面他吃降压药去了。吃完降压药平复心情嘛，然后才重新做手术的嘛，他是这么解释的啊。但是这个解释啊，今天在网上很多医生都打脸，说如果你在手术过程中觉得身体不好，应该什么呢？应该申请换医生。你在旁边去吃降压药，那你吃完降压药，如果效果不好呢？如果你吃完之后眼前一黑呢？对不对？而且你吃什么降压药，你能吃40分钟啊？所以啊，他的这个解释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他离开手术室之后，那手术室里是没有任何一名医生，严重违反手术规范的。你一个开胸手术，患者躺在手术室上，深度麻醉，已经胸腔被打开了，手术室没有一个医生，这怎么得了啊？后来今天就有人给我们爆料，就当时的手术记录，那手术记录里就显示啊，后来这个患者啊，就因为低血压就陷入到休克了，手术完了之后就直接送到 ICU 里头去了。所以这个医生真的是没有医德。你别看中日友好医院给他处理了，说是解聘了，要我说这个医生就应该吊销他的行医执照，因为对他来说，他最怕的其实不是中日友好医院跟他解聘。你中日友好医院解聘完了之后呢，可能过几个月就跑别的医院去执业去了，那不可以照样的去祸害其他人吗？一个医生啊，手术的技术有高低，但最重要的还是医德呀。把患者扔到手术室上面，胸腔打开，然后深度麻醉就跑了。要我说，这种人就没有资格当医生。中日友好医院呢，对他还是网开一面了。这是整个事件的第一轮啊。但是这件事情啊发生完之后啊，于是就有好事者开始查跟他合伙生孩子的这个董希颖啊。这董希颖也不一般呢。
到那去规培2天，就跟这个副主任医师混到一起去了。而且呢，对方有家庭，他就直接要怀孕生孩子。大家就想查查这董希颖什么来头？他不是协和的博士吗？有人就想查论文。一查论文，大家发现有疑点。什么疑点啊？协和医学院那是在中国啊，医学科学院皇冠上的明珠啊。结果一查到这个董希颖的博士论文，觉得有问题。整个这博士论文呢，只有61页，那前面还有综述呢，后面还有注释呢，还有感谢呢。正文部分30页左右。你要说61页的论文，那都不如我写的硕士论文。我当时写的硕士论文都100-200页啊，更何况那内容好像也疑点重重。他写的是一个妇产科啊，什么肿瘤啊、影像学方面的一个论文，但是呢，他学的是什么呢？他是内科学博士。你内科学博士，你写什么影像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呢？不太对吧？他的导师呢是一个骨科方面的专家，你看这都不太对啊。然后他毕业分到哪儿去了？分到了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的泌尿科。你瞧瞧，这是怎么看都总觉得不太对啊。于是就有人查了，那说他怎么就到协和去读的这个博士呢？一查发现他通过协和一个叫4+4的博士项目啊，到那儿读的博士学位。于是大家就开始查这4+4的项目啊。这4+4的项目啊，是2018年协和医学院的院长王晨院士他倡导搞起来的。他的理由当时初衷是挺好的，说效仿国外的医学院，因为国外的医学生的培训体系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呢有医学本科，医学本科之后呢再搞这个硕士博士啊，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平均要8年，实际上时间蛮长的啊。那甚至有的更长，是本硕连读的，有的是12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啊。那国外呢没有医学本科生，你要申请医学院，你首先是必须在别的学科里拿到一个本科学位。这个本科学位不限专业，你学艺术也行，学历史也行，学这个法律也可以。你拿到之后呢，去申请医学院。申请医学院之后，一般你读4年、5年，拿到一个医学博士，再做3到6年的规培医生，你就可以行医了。这是美国的这个医学培训体系啊。所以呢，王晨院士就提出来，中国也应该搞这方面的尝试。于是呢，就说你在别的地方拿到了一个本科学位，到协和这个地方申请一个4+4，就是4年本科，在我们这里读4年的博士，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了。董希颖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啊，2019年进入到了协和医学科学院读的博士。听起来挺好啊，但是大家一查，发现董希颖这4+4的博士项目啊有猫腻。为什么有猫腻呢？这董希颖啊，在美国号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学生。这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呢，一查他是学经济学的，学经济学，然后你到协和去读医学院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啊。因为协和当时4+4的项目里头也有一些条件呢，他要求你这个大学啊，你在全球范围内排名里前100，然后呢，你得读过生物学的学分25个。化学的学分10个，数学的学分10个。董希颖啊，他这个号称是哥伦比亚大学，有人一查，他其实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跟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叫巴纳德学院啊，他这个毕业的。这巴纳德学院呢，它跟哥伦比亚大学是个什么关系呢？它实际上类似于哥伦比亚大学的2级学院，就像我在武汉大学读书啊，武汉大学有本部，但是后来在办学的时候不是搞了很多学校吗？2级学院吗？什么骆家学院呢？那骆家学院跟武汉大学什么关系呀？它这招生体系是完全不同。那你想想，武汉大学那是985，对不对？那骆家学院呢，都是考不上大学的大专生，最后能上武汉大学的。那你说这2级学院跟武汉大学能一样吗？这个巴纳德学院呢，跟哥伦比亚大学大概就是这个关系。实际上有人说是野鸡大学，虽然不是野鸡大学，但肯定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如果按照这个巴纳德学院的真实标准，它肯定是不符合协和医学院的这个入学标准的。这第一。第二，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协和医学院就规定啊，你这本科里头啊，你得学25个生物学学分呢，这10个化学学分呢，10个数学学分呢。但是有人就查这个巴纳德经济系啊，他们没有生物学的学分，也没有化学的学分。那董希颖，你这学分哪来的呀？然后再一查，这董希颖啊，他也不是本科考上的这个巴纳学院，他本科呢是在美国上了一个社区大学，上了2年之后呢，转到了这个巴纳德学院。
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那个社区大学读了几天生物和化学，然后把这个学分算作了巴纳德学院的学分，用这个来申请了协和大学。这里还有一点比较严重的，就协和这个4+4的博士项目，在2018年、2019年这2年的时候啊，是没有考试的。整个这个过程啊，都是由一个专家组审核完了之后，推荐之后，经过面试，就直接在协和读博士了。协和他自己也有本科啊，本科毕业拿到一个协和的博士啊，平均要用8到12年，那个多难考啊！协和的本科的提档线跟清华北大的提档线是一模一样的，却全中国是万里挑一。但是现在呢，你现在这个4+4项目，你其实只是通过专家一个面试、一个推荐就可以上了，读4年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协和的博士了。那这2个之间实在是差别太大了，那自然就让人想到了，这会不会成为某些权贵人士啊这个东山捷径啊？就像这个董希颖啊，学习根本就不行，在美国读一个社区大学，2年之后转到了一个巴纳德学院，这巴纳德学院跟哥伦比亚大学还没什么关系，最后就号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以这个资格进入到了协和，在协和混了4年，写了一个什么妇产科的影像学的30页的一个博士论文就毕业了，就分到了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当起了医生啊。所以很多人就想，这非常后怕呀。你想想这样的医生，他到医院里头，那给别人看病，他能不误诊吗？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里头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教育不公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就是专门给这些权贵子弟啊设计的这么一条东山捷径。于是有人顺着这条路就查，不光是董希颖啊，就查他这个4+4的这个班里头，一查这个问题还真不少。就他那一届还有个叫贤小梦的，这贤小梦呢是广东人，好像他父亲呢是华南农学院的一个副校长啊。有人查了，因为姓贤的这比较少嘛。就他呢当时在本地啊，得了过一些什么比赛的冠军啊，然后后来也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然后呢也在协和医学科学院呢读了这个4+4的医学博士项目。但是他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多纳德学院的，那就没有这个更详细的信息披露了，那这个就让人觉得非常可疑啊。还有更多的可疑的人啊，有一个叫这个盛喜成的，这盛喜成啊挺了不得的啊。他2015年的时候在上海啊，他就得了一个什么初3的时候什么一个艺术团的优秀团员，于是呢就有了资格可以加分呢，所以啊初3毕业的时候就推荐到了上海交大的嘉定分校去读了高中。读了3年高中，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同时获得了北大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自主招生的资格。自主招生我们都知道，那是中国的深水区，是吧？因为自主招生不用参加统一高考，学校给你出题目，然后呢，学校甚至可以给你进行提前录取啊。就是你看看，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同时获得了北大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自主招生资格。后来呢，他就被录取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捷克语专业，那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结果呢，人家在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没上学，直接好像就转学到了复旦大学，因为上海的高校之间可以转学啊，转到了复旦大学的经管学院，在经管学院里头读书，只不过人家选修了捷克语这么外国语的这个专业，厉害吧？这大学毕业之后呢，今年2025年，就是这个盛喜成呢，也通过这种方式去协和读了医学博士。你看，也是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就是一个经济学专业的，这么一个方式就上了协和，大家就觉得可疑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叫金山木的就更可疑了。这金山木这个人呢，好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小学毕业的，这实验小学在北京很有名啊。然后呢，他毕业之后上北京大学的地质学专业，查来查去发现他是上北京大学的时候也是通过加分项目，他是个回民。然后呢，好像是一个什么比赛，加分加了58分，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之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突然呢他就留校留到了协和医学院，公示名单里头有，而且是博士毕业。那他的博士毕业哪来的呢？肯定是通过这4+4的项目拿到了博士嘛，因为你北京大学的地质系的学生，你这个当时毕业了之后，就差不多就这4年的时间就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嘛，而且就显示是在协和读的博士学位。但蹊跷的是，他在
这个4+4的项目，2019年和2010年这2年，就是它的录取名单里头都没有这个金山木，复试名单里头也没有金山木，公示都没公示，人家就上了这个班，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直接留到了协和。所以这件事情被扒出来之后，网上就有人爆料了，说这金山木啊，他妈是教育部的，好像他舅舅啊，好像是医院的，非常有来头啊。最后呢，他妈当年给他批的条子，直接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小学，学渣呀。然后高考的时候垫底儿，利用加分上了北大，结果打到北大毕业之后呢，直接去协和医学院读的这个博士，博士毕业之后直接留到了协和神经外科。这神经外科可不得了啊，是协和医学院的王牌的科室啊。就是这样一个学渣，一路通过这种方式读了协和的博士，并且留到了协和当神经外科医生。你说这是不是让人不寒而栗嘛？整个这个故事啊，大概来龙去脉就是如此啊。一开始大家都在声讨肖飞医生，后来开始声讨中日友好医院，再后来就开始声讨这个协和医学院。这肖飞医生实际上大家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了。这节目的最后啊，我讲讲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首先第一点，肖飞医生这件事情啊，风起于清平之末。肖飞医生的一个婚外情啊，最后导致这么大一个超级大瓜啊，说明什么？说明当一个体系烂透了的时候啊，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一棵稻草可以压垮一个骆驼？是因为这个骆驼身上本身已经摞了那么多的稻草，所以当最后一个稻草放上去的时候，这骆驼就轰然倒塌了。那么为什么一个肖飞医生的婚外情引发出这么多超级大瓜？是因为这个体系啊，平时已经腐败透了。这2天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其实这件事情你们觉得很奇怪，其实这早就是业内的一个公开秘密了。这权贵子弟啊，2代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不好好学习，于是呢把他们送到国外去，送到国外呢也考不上好大学，于是呢就先社区大学混2年，然后呢通过社区大学转到一个不错的大学，但这个不错的大学最好跟藤校还有点关系，就比如说什么多纳德学院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就冒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到了协和医学院4+4的博士项目。这个过程中间，你想想，写点文章，写点论文就毕业了，拿了一个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啊，这太容易了。你跟那些寒门子弟正儿八经考协和的比起来，那这完全是2重山呢。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了吗？这是一个系统性腐败的途径。有人说他为什么要去肿瘤医院？人就讲了，说肿瘤医院有个好处，都是按照指南进行治疗，傻子都会，根本不需要动脑筋。还有人讲，他说你以为人要当医生吗？人家干2年，没准你就调到卫生部去当官去了。人家有这个博士做镀金，就管你们这些医生了。所以你看到了吗？当一个系统彻底腐败了之后啊，一个医生的婚外情，由于他妻子忍无可忍报到网上的婚外情，最终引发了这么一个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大瓜，就是因为这个体系平时已经腐败透了。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可能把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状给抖了出来。它并不是因为肖飞医生他本身的主观愿望，也不是肖飞医生妻子自己的主观愿望，但最后就真的导致这么一个结果。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头涉及到一个教育公平性的问题。你正儿八经的普通的学生去考协和，别说考协和了啊，你就是考普通的医学院，那也是难上加难呐。更何况中国现在医学院啊，每年毕业60万名学生，只有10万名学生啊可以当医生，其中有50万名学生呢都改行了，多难呐！但是你想想，这些富家子弟，这些权贵的这个子弟，根本不需要跟普通人进行竞争，就直接通过这样的一种腐败的这个后门，就赢得了普通人你一辈子都想象不到的位置。你能够留到协和去当医生，能在北京的那些大医院当医生，多难的一件事情啊！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你去看一下这个4+4的这个博士班里头的那些学生的履历啊，这2天大家还在不断的往出扒啊。
这些学生的履历普遍是在国内的话，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加分政策，通过自主招生上一个好大学，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呀、获奖啊那种方式呢加分来获得推荐的机会。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再通过协和这种4+4的项目呢，最后登得最高的医学殿堂。你普通人有这个机会吗？不可能嘛！这董希颖的父母是谁呢？这董希颖的父母啊，好像是一个中野什么研究院的党委副书记，同时呢也是一个总经理。他妈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副院长。那你想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这是一个方面。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嘛，对吧？它既妨碍了教育公平，同时啊对整个医学体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3个方面。协和在中国是个金字招牌。为什么是金字招牌？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医学标准，有自己的行业标准。可现如今呢，现在连协和这样的医院也被这种官宦势力，也被权力彻底腐蚀了。那以后协和再毕业出来的人，大家能信任吗？协和的那种靠100多年的这种行业标准建立起来的口碑，不就逐渐的败坏了吗？这才是被人所担心的呀。医学跟别的学科不一样啊，它是悬壶济世啊，做不好是草菅人命啊。你想想，董希颖这样的人是吧？随便在那混了几年，就拿到了一个医学博士的这么一个项目的人，像金克木，整个博士学位好像只有16页，那个贤小梦，整个博士学位只有30几页的，就这些人打着协和医学院的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招牌，那对协和来说意味着什么呀？对患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呀？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中日友好医院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肖飞啊就给开除了。他回应的还算是比较快，但是这个事件的发酵到了协和已经好几天了。协和医学院人家根本没有出来做任何解释，只是把各种信息都给隐藏起来了。你不是想看招生名目吗？我把隐藏起来了。你不是想看当时还表扬这董希颖的报道吗？我也给你隐藏起来了。包括他论文也查不到了。有关这4+4项目的解释呢，一句都没有。当然了，协和势力大啊，我估计这4+4项目中间那些学生的势力更大，协和也未见得能惹得起。这是中国体制中间真正的悲哀。那你说协和这些管理者他知不知道普通的这些观众已经知道他这个项目里头有猫腻呢？他肯定是知道啊，但是他也知道，普通人知道，他们其实拿协和毫无办法。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悲哀。我们明明知道真相，但是无能为力。而协和呢，其实面对这种现象呢，他也无动于衷。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王院士怎么看待协和的8年制和精英教育？坦率地说，医学教育就不敢不优秀，因为医学所教育出来的人，医生、护士等等，他是面对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堪称人的终极利益的这批人。所以这批人如果说品德不高尚的话，这批人如果才华不出众的话，他会误事儿。这个事儿误起来不是一个一般的事儿，是所谓终极利益。你们都能紧跟时事上来让我讲4+4，对，把那个4+4给他屏蔽了，屏蔽了。所以说，人家那种说人家能考到本博的，人家规培时间稍微短一短，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个例实在是有点令人发指了，对吧？医联体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床位非常紧张，然后很多病人都想来协和做手术，然后医联体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病人有就是相当于把床位有点像把床位拓宽，但是同样病人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环境，像刚刚有开病房，然后也能看到病房的环境也是非常好。4+4的学生是什么？他们还自己分析到，我们是多学科背景不是学生物的，不是一开始就学医的。我们进入医学院的时候呢，都是你看有学地质的，刚才
代表同学就是他的背景就是北大地理学系的，有学经济的，像是这个 Johns Hopkins 的学经济的同学，还有学新闻的、心理的等等这些同学呢，进入我们4+4。你想想，医学院是多大的难度，对于他们多难。